今天是礼拜六，我要带小孩去早餐店吃早餐。哦，这个影片如果你是亲子露营的话，一定要看，而且要带着小孩一起看。有一些小朋友都会觉得说，每次露营爸爸妈妈都生气我了，叫我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。今天就来探讨露营的时候小孩的一些不 OK 行为。小孩在露营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一些事？我们就先从露营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说起，搭帐。小朋友，你们在搭帐的时候，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容易生气？搭帐的时候，经常有时候会被念，对吧？各位小朋友，我跟你说，搭帐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已经不是你们的爸爸妈妈了。那时候在忙，很忙，忙着搭帐。不是我们的爸爸妈妈，不然是谁？严格来说啊，他们的意识啊，已经被一种叫皮质醇的荷尔蒙给绑架了大脑。他们的头脑已经失去了控制权，他们没办法控制他们的情绪，英文叫 hijacked by cortisol。其实简单说就是你爸爸妈妈忙疯了。小朋友，任何时候你想要撒娇都可以，任何时候啊，你放个屁，爸爸妈妈都觉得是香的。就在父母在搭帐的时候，或者是收帐的时候，你最好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，不要吵他们，真的很恐怖的。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完成，可是又没有那么急，你就等他们搭完帐再说。父母搭帐就像解一道超级难的数学题，组装这个加这个，剪掉收纳袋，装帐篷骨架，再乘以12根银钉下去，然后前面忘记解了一道，把食物放营区冰箱，现在要加上睡袋，在这之前先充气床才对啦！忘记铺防草垫了。做这么一道题，又要解小朋友的问题。爸爸，我要吃肉粽。解完肉粽后，忘了银锤放在哪了啦？这时妈妈又跑过来，你赶快先把床垫吹起来，拜托。你不要再说了啦！我到底是哪里做错才讲错？整个数学最终的答案是这个答案，看看现在解到哪了啦？小朋友，你们搭帐的时候呢，自己玩，自己画画，请爸爸妈妈在出门前帮你安排一下搭帐收帐的那段时间，你可以干什么？先让爸爸弄个桌子、椅子，让你们坐在那做劳作，也可以帮忙。怎么帮忙？拿着银柱甩来甩去，直接问爸爸妈妈，我可以帮忙什么？哪一些是我能力范围可以帮忙的？如果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的话，肯定要帮我按个赞。那个按赞钮呢，都给点了。Jesus， 哇，走吧，吃完了。或者说帮一些小忙这样子，爸爸钉了一个银钉下去，第一个银钉给爸爸，哇，那会很感动。还有一个忙是网友跟我讲的，就是拿那个青蛙灯给小孩去装。早上起来要干什么嘞？他要煮早餐呢。大部分的小孩呢都是叫不回来吃饭的。为什么在户外吃饭呢？随叫要随到。夏天蚊虫多嘛，那个苍蝇蚊子啊就会去吃你的饭。那些苍蝇蚊子呢，他们没有洗手，也没有擦嘴巴，他们刚刚就飞啊飞啊飞啊。有大便，我要吃大便。我没有筷子了，用手去抓。哇，满手大便，嘴巴都大便。看到你的饭，用手去抓。哇，大便弄到饭上了啦。算了，没看到，我走了。其实大人可以做什么改善呢？如果是像这样子的小孩吃得特别慢呢，这种的，我觉得选择食材也是会有帮助的，尽量就是可以塞在嘴巴，然后什么营养都有了。饭团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包起来的嘛，然后小孩吃这样拿起来这样吃2口再包起来。小朋友吃完饭呢，当然就是要去玩了啦。出去玩礼节就很重要。什么礼节在露营区要注意的？诈骗期短。搞闲，大家的帐篷呢，就是他们在户外的家。很多小朋友认为说，帐篷又没有门，你门是掀开的，我随时要进去都可以。可是 no， 帐篷你就把它想象成正常的家，这个是正常的家。进人家家呢，要按门铃，要敲门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啊。
就用问的。再来就是露营内帐，什么是内帐？帐篷里面的睡觉的地方，睡觉的地方绝对不能进去，因为那个地方是睡觉的，你要洗完澡才能进去，而且那是人家的床，不可以去人家的床上面跳。去人家家里呢，什么东西尽量都不要去碰。比如说这个东西放在这，你可以这样子，叔叔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子很棒的小孩，很乖，没有去随便碰人家的桌上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我可以碰吗？啊，你已经碰了呀，你已经碰了再问，那就不行。怎样吧？知道吗？因为我以前露营的时候有很多拍摄的东西啊，有些东西也蛮贵的，小朋友就去碰 ，Jesus， 然后就收起来。所以我在露营的时候拍摄其实不简单，空间问题大家都有遇到过啊。我们帐篷里的桌子上怎么多出了这么多的水壶？规斗定刚刚在拜拜了，还有别人家的椅子。我要煮饭的时候，桌上没有空间摆我的火炉，帐篷里面没有空间走路，我们去别人家玩的时候，带着露营椅带着过去，就要带着它回家。水壶要记得带回家，因为在外面的家，这个帐篷的位置真的就只那么大。洗澡问题，我们露营要洗澡，对不对？很多营区呢，水是冰的，然后下一秒是滚烫的，你根本反应不过来，要去躲这个热水，所以家长就会趁人少的时候赶快去洗澡，因为人少，用水量少的话，那个水温就会比较稳定。那洗完澡嘞，干干净净的这个时候嘞，如果你再去玩沙子啊，玩泥巴呀，洗澡了不要弄脏自己哦。我要跟朋友玩。我们来玩球。好。不。哎呀，你又要重洗澡了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爸爸妈妈的皮质醇满到从头上喷了出来。这个时候你就完蛋了。再来是玩火的问题，玩火当然是不能丢石头进去那个火里面，石头的外表烤得超级热，但石头的中心点呢受热比较慢，然后外部呢受热，热胀冷缩嘛，它就会膨胀，但里面呢比较冷，所以它就没有膨胀，热应力导致爆炸。石头碎片就有可能会喷了出来，就会把你弄受伤了。还有就是不要丢绿色的植物到火里面去，植物嘞燃烧不完全就会有黑烟。可是我们在露营，在享受这个大自然的空气，黑烟一过来，噗，整个脸就变黑色了，还会污染空气。那功课完成了。上次去那个三峡皇后镇 DIY 这种贴砖有没有？我就去买了这个，给他们去创作。再来就是帐篷的维护问题，你们知道帐篷很贵嘛？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树枝啊、银柱啊，就那种硬尖尖的东西啊，在帐篷的旁边挥来挥去，很危险。尤其是 Snow Peak 的帐篷啊，那树枝一挥，不小心戳一个洞，这一戳可能就戳掉好几万块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帐篷的底下有那个雪裙，那个雪裙虽然是摆在地上，但是它也是帐篷的一部分。小朋友在帐篷的周围跑来跑去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踩到那个雪裙。大人最不希望的就是湿收帐篷。在露营区玩水枪，收帐当天呢，家长最好是跟小孩沟通说，水枪我先收起来，明明可以干收的，就变湿收了，射的整个营区都像下雨一样。然后大家就莫名其妙湿收了。哇，你们做那么漂亮，这么快！最好玩水枪的地方就是营区有一些水池的地方，哇，那个地方是最适合玩水枪的。还有就是不拉银绳跟银柱，这个是银绳，这个是银柱。很多小朋友会习惯性的把手啊就扶在这些东西上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大人就会说啊不要碰那个，不要碰那个，因为啊帐篷对吧？银柱就是相当于我们帐篷的梁，那个梁就是要靠银绳把它拉撑，线松了就会不撑了，风一吹，房子就垮了。对，现在探讨就是在营区小孩容易受伤的一些行为，大部分大人在骂，在说啊，哎，不要碰，不要跑什么。其实主要目的都是担心小孩受伤，因为他们爸爸妈妈爱你们，害怕你们受伤，会心疼。那什么行为会在营区容易受伤呢？所以跑跳，在帐篷附近跑跳嘛，都是银绳啊，都是陷阱啊，各种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陈述，因为每一个营区里面都有一定的危险性。再来就是上次讲的那个在营区玩躲摸摸嘛，就是怎么想都不太适合。营区不是正常人走动的地方，尽量不要去。到了无人拉面店， 24小时。没错，各种
辛拉面。有小朋友能吃的吗？你自己去那边煮，它可以付费加肉片，这边可以选龙虾的，88块。那你要加鸡蛋吗？cheese。好，直接付钱，自己加菜。驴子碗，它下面可以煮。开始，哇，滚了。三宇这个好了。其实他这边说无人，也是有默默有人从房间跑出来整理，伪无人带小孩出门吃泡面。好，这部影片差不多就这样啦。还有其他需要小孩们注意的事情呢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然后帮助更多的家长。好了，我是 James 叔叔啊，请爸爸妈妈帮忙点个赞。小朋友赞在哪里？赞哦，站在这里啦。站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然后订阅在这里啦，给爸爸妈妈按下去，就在这里。好，先点赞再订阅，然后有一个小铃铛也要给它按下去，在这里。好，记得哦。好，拜拜，快去睡觉，写功课。